师傅，不好了！小师叔的魂灯亮了！不好了！小师叔的魂灯亮了！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师叔都死了100多年了！我没有胡说，陆晨师叔的魂灯真的亮了，魂力波动，竟然是真的！100年前天外天空间崩塌，神魂俱灭，宗主亲口确认。可这灯它就在燃！那个压得我们这一辈喘不过气的男人，他还活着！经脉寸断，灵根和丹田都没了，100年修为一朝化尘。没想到我陆晨也会有成废人的一天。陆晨，我们回来了，用100年修为换一条命，这笔买卖你后悔吗？后悔也晚了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放心，我冷灵月一诺千金，倒是你这副样子还能完成约定。玄清宗的人来得真快。你究竟是谁？这不是100年前陨落的陆晨师叔吗？不可能，该不会是夺舍？说，为何与我宗陨落的陆晨师侄如此相像？我就是陆晨。狂妄！陆晨师叔陨落100年，岂容你冒名顶替？带回宗门，叫宗主定夺。100年了，终于又看到这片天空。妖孽，你究竟是何方鬼怪，竟敢夺舍我宗天骄之躯？我现在就是个凡人，薇娅针对的是凌冽神魂，对我没用。齐道玄，师兄。住口！谁是你师兄？80年前那个暴雨夜，你偷偷闯进丹房拿走的3颗青玉丹，真的是给你那个无法筑基的远房侄玉吃的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看齐道玄这反应，这事儿怕是真的。师尊，丹药是弟子弄丢的，与齐师兄无关。齐修师叔，120年前，您追求凤华宫圣女，送出的定情信物，名为秋水的上品令箭。你想说什么？您对外宣称剑柄镶了7颗东海明珠，可第3颗是您亲手磨的夜光石。你这种隐秘，除了陆晨本人，绝不可能有第2人知晓。他真的是陆晨？够了，陆晨，你既归来，为何修为尽废？弟子闯入天外天，被卷入空间裂缝，灵根被磨灭，丹田气海，所有一切都被撕成了碎片。能留一缕残魂回来，已是万幸。陆晨既已归宗，便先安置在听涛阁静养。宗主，他修为尽废，按他是陆晨。宗主反应不对，护得太齐了。100年前我陨落于天外天，是宗主亲口确认。可那一日的真相，从来就不是空间崩塌那么简单。陆师叔，您好好养着。100年前，我是麒麟子，万人敬仰；今日，我是废人，无人问津。怎么被人当瘟神了？难受？难受？不，他们越是轻视我，我才越安全。天外天，空间崩塌，他怎么可能活着回来？当年那件事，他到底知道多少？一个废人，终究是个隐患。这一剑腰马不稳，那一招气劲外泄。沈师兄来了，惊涛剑诀大成，内门第一。你就是那个100年前死了又从坟里爬出来的陆晨？一个废物敢无视我，一个连灵气都感应不到的废物也配踏足练武场？别脏了这块地！找死！怎么可能？像撞在一团棉花上，还有股巧劲反震回来。剑招漏了3处，挑衅更拙劣。沈师兄，您怎么了？没事。今日之辱，记下。陆师叔，凤华宫的使者到了，正在议事殿等您，指明要见您。凤华宫，子林，你也来了。贵宗陆晨已到，本使便开门见山。我凤华宫圣女江子林，天命凤体，注定翱翔9天。而陆晨，一个灵气全无、丹田破裂的废人，已经配不上我家圣女。今日奉公主之命，解除这桩婚约。
为一个废人得罪如日中天的凤华宫，不值。使者远来辛苦。早就料到了，可真听见的时候，还是疼。陆晨哥哥，陆晨哥哥，等我长大就嫁给你。你我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，这婚约就此作罢吧。好。暴怒、哀求、失魂落魄都不是，怎么会是这样？祝你仙途坦荡。这份风骨还是100年前的他，这份骨气依稀还是麒麟子的影子。不是为了一味道侣，是为了告别那段再也回不去的少年时光。一个女人而已，断了你的道心。还没断。没了她，我给你一部更好的功法，一部能让你重塑灵根，再临巅峰的功法。什么功法？此功法乃本座自天外天核心之地所得，能逆天改命，以身化鼎，重塑完美道基。它的名字叫做太虚造化功。太虚造化功，天外天核心之地所得，逆天改命，以身化鼎，重塑完美道基。100年废人，竟还有这种机缘？你当真愿意传我？本座从不说废话，倒是你有胆子学吗？第一步，破而后立，万以噬骨，千刀灵臀，强行冲开3条太古隐脉，100年来实不存一。废物也配站在这里？我学。很好，药方记住。要么涅槃，要么摧毁。这就受不了了。想想沈长歌怎么羞辱你，想想江子林怎么靠近。凭什么？凭着一枪不甘吗？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凝神，守住心脉。这只是开始。再冲一次。炼气1层，我回来了。根基比100年前还要稳固完美。江子林、沈长歌，你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只是太虚造化功气息太过霸道，一旦被察觉，必引滔天大祸。得找一部功法掩人耳目。谁？大半夜？陆晨，你来藏经阁做什么？这里不是你。炼气1层，你能修炼了？第1层，我进去了。同情、鄙夷、惊讶，100年了，什么目光没见过？沈长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第3式到第5式，气息转换有凝滞。站住！废物，你摇头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看错了。看错了？炼气1层，这个100年废物竟然能重新修炼了？凭什么？一个刚踏入了炼气1层的废物，也配牙缝里死看我的剑法？那就是沈师兄吗？谁惹他了？那不是沈师兄吗？好像是陆晨，这废物居然也能进藏经阁。沈师兄的惊鸿剑法可是孙长老亲传，这废物敢摇头，找死呢吧？我倒想听听，你这个100年前的麒麟子，到底看出了什么名堂？本想息事宁人，但退让这种东西，换来的从来不是安宁。你这套惊鸿剑法，第3式长虹贯日与第5式剑影分身之间，气息转换有一个瞬息的凝滞。凝滞？他说的是凝滞？这个问题我隐隐感觉到了，却始终抓不住，说不出。连孙长老都没发现，他只看了一眼。也好，一次说完，省得纠缠。将你那一瞬的停滞，用这招提万式过渡，问题自解。入门剑诀，他让沈师兄用杂役弟子练的东西去补玄阶剑法，用最低级的招式补玄阶剑法，
羞辱，赤裸裸的羞辱。这种眼神，不是在挑衅，是在指点。成了，困扰我几个月的瓶颈，就因为最简单的一招提万式没了。哪怕修为尽废，那份眼界，那份对剑道的理解，依旧站在我够不到的地方。是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沈师兄，不好了！乘风阁和幽冥谷的人封锁了天鹤山，我们好几个外门弟子都被他们扣下了。来了，欺人太甚！宰了那帮杂碎！敢动玄清宗的人，他们是活够了！他连玄阶剑法的破绽都能一眼看穿，万一……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？沈师兄疯了，带个炼气1层的废物去。玄清宗真是越来越出息，派一群筑基的小娃娃来给老夫挠痒痒。鬼妖，放人！凭你！这阵法，结剑阵！不自量力！他与中域步法连为一体，引弓是死路。阵装是虚，人是实。攻他左手袖口3寸，每次催阵，那里灵力会有一丝凝滞。袖口，这比那一招提万式还要荒唐。再信他一次。所有师兄弟听令，全力轰击光幕，给我引开他！是。螳臂当车！什么？这破了！大师兄一剑破了金丹长老的阵，他真的看穿了。你找死！力气用尽了。师兄，太虚造化功，泄力篇。那是什么手法？还你！什么？刚好稳一稳境界。炼气期逼退金丹长老，我是不是看错了？100年前的怪物。你金丹长老也就这样。他竟然还活着，被一个炼气1层原样还回来。阁下究竟是何人？高人，绝对是高人风范，不能再动手了。长老何须废话，一个装神弄鬼的鼠辈罢了。玄清宗年轻一代，谁敢与我一战？不敢就跪着爬出落雁峰。我来。筑基后期，小美人儿，自废修为给本少主做炉鼎，饶你一命。找死！圣女，游戏结束了。在这儿，修为高不一定有用。这什么妖法？啊！我的脚动不了。地脉之力，他引动了落雁峰的地脉寒气，那是元婴老骨才能涉足的领域。那个被我们嘲笑了3年的废物。庶子，少主若有损伤，玄清宗满门陪葬。幽冥谷输不起，要以大欺小。杜万劫，此仇不共戴天。长老，跟他废话什么？长老级人物对我宗弟子强然出手，此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你还想怎样？你们那艘幽风战车不错，拿来当赔礼。那可是堪比玄阶法宝的制式战车，他疯了！你找死！
哈哈哈！好，说得好，要么留下战车，人滚；要么今天谁也别想走。我们走。哇！陆晨，谢谢你。我救的是玄清宗的脸面，与你无关，与你无关。4个字，比一箭穿心还狠。师姐，我们回去吧。回凤华宫。师姐，我会让你再看我一眼的。传我命令，从今日起，江子霖必死关，不入化神，誓不出关。哈哈哈！小子，干得漂亮！这幽风战车留着自己代步啊。叔叔，卖了。这么好的被你舍得？死物而已。我要的是修炼资源。这心性不为外物所动，好，包在师叔身上。嘿，怎么样？够了吗？暂时够了。后山灵池特许令牌，核心弟子才有资格进，灵气浓度是外界10倍。多谢师叔。炼气3层，还是太慢。杀魂长老厉无天，那些怨毒的眼神我都记着。去灵池，这灵气浓度顶多5、6倍，而且有人在偷盗灵脉。跟着这股流向，禁止。引灵震闻，好大的胆子！跟着他，看你通向哪里。筑基后期，外室长老沈青山，沈长歌的父亲，一个外室长老，敢在宗门核心盗灵脉，他背后站着谁？沈青山偷我宗门的根基，就要做好被斩断手的准备。直接毁掉只会打草惊蛇，得想个办法让背后的人自己跳出来。鱼饵已经撒下去了，果然是你，但你只是条小鱼。现在抓他，罪名太小。他背后的那个人，还有他那个引以为傲的儿子，天才。如果让你亲眼看看，你的骄傲建立在何等肮脏的基石上，你的剑心还会稳固吗？谁？是你3更半夜来我这里做什么？想知道你父亲的秘密，就跟我来。我父亲？你又在耍什么花招？我父亲乃是宗门长老，为人正直，能有什么秘密？站住！你把话说清楚。父亲最近确实有些不对劲，那些源源不断的顶级资源，难道……可恶！看，父亲在盗取宗门灵脉，不可能！长歌，你要为人正直，为宗门争光，快用吧，别辜负了为父的期望。父亲，你在做什么？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长歌，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是宗门长老啊！为了你，都是为了你呀，长歌！为父资质有限，此生筑基后期便是顶点。可你是天才，你不能被埋没。没有海量的资源，你怎么跟那些真正的顶尖交争？为父也是没有办法。所以你就去偷，我宁可不当这个天才。是正道之剑，不是用这些肮脏东西堆出来的。这些灵气换来的资源，从谁手里拿的？不说，你以为你不说我就查不到？还是你觉得你死了这件事就了结了？你的儿子顶着一个盗贼之子的名号，他的剑还能拿得稳吗？我说，是宗主身边的一位亲信，是他给了我引灵阵图，让我盗取灵气，他在用这些灵气去换取资源给我。剑修当有斩断一切的觉悟，是与非，黑与白，你自己选。不，
不全是用来交易的，大部分的灵气都不是给我儿子的。大部分的灵气都被送去了后山禁地，送给了一座石碑。石碑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那位大人每个月都让我将80%的灵气通过阵法输送到后山禁地。他说，那是为了供养一座石碑，是宗门的根基。用盗来的灵气供养的根基，真相就在那片禁地之中。100年前，这里还是我的后花园。奇怪，今晚的雾是不是比平时更浓了？别分心，这里可是禁地。这股气息和100年前天外天那些怪物一模一样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天外天界碑，为什么天外天的东西会出现在玄清宗的后山？玉器界碑，通达彼岸。须以27道天骄魂血为基，化作不灭之象。27道天骄魂血，27人，不多不少，正好27人。所以，那根本不是什么探索，那是一场献祭，骗局，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。是谁？是谁布下了这个弥天大谎？小紫金，陈儿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萧紫金的弟子了。师父，我敬爱的师父，布局者竟然是你！不，这一定是幻觉，笔记可以模仿，剑意怎么可能？这个法阵的气息，师弟，此去天外天，万事是小心。陆万吉，宗主陆万吉，从头到尾都知情，他甚至是这个计划的守护者和延续者。这是活的，归来的祭品。归来的祭品，你的生命精元比100年前更加美味了。滚出我的脑子！反抗吧，挣扎吧！越是愤怒的生命，品尝起来才越是甘美。陆晨，怎么回事？这股意志是天外天的那东西，它怎么会苏醒？别分心，守住你的心神！哦，一只苟延残喘的器物残存意志。陆晨，我撑不了多久，他的力量通过那座石碑源源不断，你必须想办法。放弃吧，祭品，你那敬爱的师父，还有你那信任的师兄，比你聪明多了。他们已经为我铺好了降临此界的道路，待我真身降临，整个世界都将成为我的牧场。原来这才是真相，他们背叛了所有人。冷凌月，帮我！我要抽干他的力量！你疯了！你想逆转功法？你想用凡人之躯去吞噬天外天的力量？你的身体会彻底崩毁的！崩毁也比被当成点心吃掉强！我死也要从他身上撕下一块肉来，护住我的心神！
太虚造化功，逆转！你找死！给我撑住！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不等吸干它，我自己就先彻底崩碎了。必须找到一个宣泄口，突破，只有突破，用这股力量去冲击那牢不可破的境界壁垒，就是现在。还不够，根本不够，那就继续冲！给我破！不，蝼蚁，你竟敢毁我道金！去你的道根！给我碎！快走！离开这儿！大长老去哪儿？宗门！还管什么宗门？天塌了！陆晨，他还在里面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好痛，我还活着，不仅没死，还连破2境。林月，冷师姐。无图万疾，悲诚之日，为师归来。无图，万疾6万疾，玄清宗宗主大弟子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师父根本没死。陆万疾所做的一切，根本不是为了飞升，是为了迎接他的师父归来。这100年的牺牲，这整座玄清宗都只是他们师徒重逢的祭品，而我就是最后一道。好一个师徒之情，好一个宗门大义，信任。从今往后，我只信我自己。听说了吗？出大事了，是通天阁，通天阁来人了。刚传来的消息，禁地灵力暴动，被上宗通天阁察觉了。他们认定我们玄清宗出了重大变故，已经派了使者过来，说是要彻查宗门上下。使者什么时候到？3日后就到。通天阁的手段，我们完了，全完了。通天阁内有师门骗局，外有强敌将至，而我是毁掉戒备的罪魁祸首。我只有3日时间。恭迎墨玉上使，不知上使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奉上使令，接管玄清宗所有房屋，移驻乡内，交出房务图和所有要案令牌。这还愣着干什么？没听到上使的命令吗？快去办！上使，关于禁地灵力暴动一事，本宗已经查明，是不知名的妖人潜入，意图不轨。幸得发现及时，才未酿成大祸。所有证据都记录在这玉简之中。妖人是的。人呢？那妖人狡猾无比，引爆灵力后便趁乱逃走了。召集3日前所有在禁地附近巡逻的弟子到广场集合。怎么办？本使要亲自问话。别看我了，别看我！周一阳，快撑不住了！一个个来，叫什么？什么修为？3日前在何处巡逻？弟子王武炼气4层。下一个来了。太虚造化功，海纳百川，造化万物。你的神识不过是给我补充养量罢了。怎么可能？如泥牛入海，
我的神识竟然探查不到任何东西。你看那个陆晨，肯定是被吓傻了，站着一动不动。你懂什么？我刚才差点就晕过去了。他竟然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上使，弟子陆晨。炼气5层，在界碑破碎的核心地带，你是如何能安然无恙的？不能说谎，不能求饶，唯一的生路就是把水搅浑。回上使，弟子也不清楚，当时只觉地动山摇，天昏地暗，随后便失去了意识。或许是晚辈运气好，侥幸活了下来，也或许是那引发暴动的东西本就与晚辈有救。这小子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他想死吗？有救，有点意思。宗主，你所说的妖人，可有具体线索？就是现在。对了，上使，弟子想起来了，事发之时，负责那一片区域巡逻的，好像是沈青山沈师兄。沈师兄为人最是勤俭负责，他当时一定离得最近，或许他会知道些什么。沈青山是谁？他在哪儿？回上使，沈青山是我宗内门弟子，只是事发之后他便失踪了。本宗怀疑他可能已经惨遭那妖人毒手。都散了吧，这只是开始，棋局已经布下。墨雨、陆万吉，谁是棋子，谁是棋手，还未可知。凌月，你再撑一撑，师父的知识里一定有办法救你。养魂木心，对，养魂木心，可去哪里找？不知上使驾到，有何吩咐？我查了沈青山的记录，他失踪前是最初的世人宗主身边的一位亲信长老。好快的手段，他这是在向我示好，还是在讨好？多谢上使告知，只是嫡子眼下还有一桩烦心事，家师姐魂体受损，急需一位名为养魂木的灵才救治，不知上使可曾听闻？养魂木，此物世间罕见，不过通天阁的试炼塔顶层似乎收藏着一块。试炼塔？你师父萧子京100年前曾是通天阁的叛徒，他从阁中盗走了一件毒刺，狠狠扎中了禁忌之物。你最好与他划清界限。叛徒，禁忌之物，师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速来主殿密室。你来了。弟子陆晨拜见宗主，不知宗主深夜召见，有何要事？不必多礼，陆晨，你是我唯一的侄儿。侄儿，他终于要摊牌了吗？宗主，您这是何意？还在装？哼，你的父亲陆万渊是我的亲弟弟，当年他为了一个凡女叛出宗门，才有了你。原来如此，我身世最后的谜团也解开了。所以，宗主现在是想打亲情牌，让我束手就擒？不，我是要告诉你一个真相，一个关乎这个世界存亡的真相。这是看陆晨，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全貌。这星图远比任何古籍中记载的都要庞大，我们玄清宗不，整个大陆在其中都找不到一个坐标。100年前，师父就已推演出我们的世界灵气正在枯涸，不出1000年，这里便会彻底沦为末法之地。师父，你是说萧子清？没错，他根本不是什么叛徒，他是为了拯救我们所有人去寻找新生的先行者。先行者？他不甘心看着我们所有人都化为凡人，在绝望中死去，所以他潜入通天阁，盗走了那件可以穿梭天外天的禁忌之物。他孤身一人前往星域的另一端，去为我们寻找新生。那通天阁说的界碑，界碑就是坐标，师父就能带着拯救这个世界的方法回来。我想起了那些消散的魂魄，这就是他所谓的新生吗？陆晨，你是我唯一的侄儿，师父他老人家也最看重你。只要你助我重启界碑，待师父归来，你将是新世界的王。新世界的王，用无数无辜生灵的性命换来的傲作，只会让我感到恶心。你的计划，我不感兴趣。你说什么？这可是拯救世界的伟业，放弃成为新世之王的拒绝。我沈青山在哪里？一个无关紧要的弟子而已，你却为了他，为是世界之王的机会。他是人命。很好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既然你不愿，我也不强求。只是墨雨上使那边，你自己想办法应付吧。他可不信什么先行者的故事，应绝无胜算。陆安吉已经疯了，我需要时间，更需要养魂木心救师姐。或许等一下，我可以考虑帮你。哦，只是我现在自身难保，师姐魂体受损，急需养魂木心，而且墨雨对我疑心重重，我根本没有机会帮你。养魂木心，此物在通天阁的试炼塔顶层。只要宗主能说服墨雨，为我争取一个进入试炼塔的机会，届时弟子一定全心全意协助宗主完成大业。这小子是在拖延时间，还是真的动心了？不管怎样，只要他进了试炼塔，是生是死都能为我的计划争取时间。好，
我便信你一次。上使，陆晨此子，我想让他进入试炼塔中磨砺一番，将来或能为上使分忧。可试炼塔为了陆晨师兄一人开启，他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先是莫与上使关注，现在连宗主都为他破例。沈师兄，陆晨，我父亲虽有过错，但宗门黑白不分，包庇真凶，所以我想与你一起去寻找一个答案，无论塔里有什么。寻找答案吗？我也一样。好，看，沈长歌也进去了，他们要一起闯塔，一个宗主亲侄，一个长老之子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是黑鳞魔狼，一阶巅峰妖兽，而且是2头。宗门竟然用这个来当第1层的守卫，这不是守卫，是筛选。筛选？筛选掉那些没有资格知道真相的人。好大的力气！速度很快，但破绽也很大。是在极小空间内划出一道冷酷的残影，闪电般驶上刺入最缺乏鳞角保护的腹部破绽。啊！小心，他要狂化了！沈师兄，攻他左肋3寸之处，那是他的旧伤。结束了。又是这里，100年前的最后一幕，这幻境真是毫无新意。我父亲！你的剑是为了什么？你的剑不是为了动用泄气过去，然后呢，在这里为了沉湎于无法改变的过去。我亲眼看着父亲的，在这里对着幻影嘶吼，像个废物一样，就能改变结果吗？如果你觉得宗门有错，那就握紧你的剑，去展开黑白，去寻找真相。真相？你父亲若是在天有灵，是希望看到你为他沉沦，还是希望看到你替他，也替你自己讨回一个公道？多谢。第2层傀儡战阵，每一个都堪比筑基巅峰。什么？数10个筑基巅峰？这怎么可能打得过？很好，心魔关没能团住你们，但这第2层，我看你们如何应对。数10个筑基巅峰傀儡，就算是金丹初期的修士来了，也得脱层皮。陆晨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小心！左前方3步突刺，在千分左前方扫过整个后前方的战场吧。从前方扑让上，向左前方狂飙行进。后撤半步，横扫。他怎么知道的？这空隙连半息都不到。进一转左斩，用角和战局的3D 沙盘。沈长歌，用你最快的剑一线，别管右边，左边的傀儡核心会暴露半息。小心阵法，在前方上前很好，一道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指挥能力？这小家伙根本不像一个少年，他的指挥老辣、精准、高效，仿佛是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绝世将帅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身体动不了了。养魂木心，撑住！可恶，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。为了灵月师姐，我必须拿到。
你还能动？疯子，这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，他不要命了吗？师姐，等我，我一定会找到养魂梦，救你回来。到手了！走！陆晨，师姐，你醒了。这次欠你个人情。怎么回事？里面发生了什么？陆晨，这次欠你个人情。师姐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沉睡时并非全无感知，借助养魂木心的力量，我整理了所有来自天外的破碎信息。陆晨，我们都被骗了。什么意思？萧子金，他不是在寻找拯救世界的方法，他早就被一个天外的存在污染了。他所谓的归来，根本不是拯救，而是接引。接引那个存在降临，把我们的整个世界变成他的新身体。不可能，老师。而陆万吉就是这个计划的执行者，玄清宗乃至整个北境都是这场仪式的能量源。摧毁深埋在玄清宗地底的地脉核心，它就在宗主大殿之下。不错，陆晨，你果然没有让本座失望。伪君子，宗主谬赞。这小子不对劲，他在塔里那股疯劲儿，还有现在这股杀气，绝对不是为了试炼第一那么简单。陆万吉也越来越古怪了。陆宗主，此次试炼，陆晨表现优异，按照通天阁的规矩，我将给予他额外奖励。我想单独和他谈片。使者请便。跟我来，找个安静的地方。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你的目的绝不是一个区区的试炼第一。墨羽使者，如果我说陆万吉要毁了整个北境，你信吗？理由？因为他信奉的根本不是什么救世之道，而是一场以整个世界为代价接引天外邪物的恐怖仪式。你说的这些太过匪夷所思，我无法仅凭你的一面之词就调动通天阁的力量。但我们没有时间了，一旦仪式开启，一切都晚了。没有证据，我不能。但是我个人可以帮你。我信不过陆万吉很久了，如果你能证明地脉核心的存在和它的作用，我就有理由说服阁主出手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宗主大殿，只要找到地脉核心的入口就是铁证。你疯了？那等同于自投罗网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墨羽使者，既然你们这么着急，那就不用等了。轰隆！不好，宗门大阵，我们暴露了。墨羽使者，陆晨勾结外敌，意图颠覆我玄清宗。今日本座便要清理门户，我们谁都走不了。他已是元婴后期，快走！我拖住他。师姐，告诉我怎么引爆地脉核心，最后一搏了。宗主大殿，宝座之下3尺有地宫暗门，那是地脉核心的唯一入口。陆万吉，你背叛宗门，背叛萧子宁大人，你罪该万死！罪，我所做的一切皆是为了无主。你这通天阁的走狗，懂什么叫真正的忠诚？米粒之光，也敢与皓月争辉？陆晨，我们去哪儿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去宗主大殿，阻止他，没时间解释了。宗主有令，陆晨此子格杀勿论。陆万杰，你也要造反？放屁！真正造反的是陆万吉那个老东西。既然你找死，我先成全你，给我滚开！这风口缠得太紧了，陆晨这孩子一定知道破局之法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走！你干什么，疯子？老夫今日就为宗门清理门户。
不好，他要引爆能量核心，放开我！走啊！杜长老，将体内残存的所有灵力疯狂压榨！走！师姐，暗门在哪儿？宝座。这是跳，这就是我们玄清宗的根基地脉核心，好大的手臂！它的核心被一种外来力量改造过，唯一的弱点就是从内部用同样源自天外天的气息引爆它。你的太虚造化功正是唯一符合条件的钥匙。我的好弟子，你还真是给了我太多惊喜啊！陆晨，小心，是他的能量化身。最后的阻碍吗？阻碍？不，我是来送你们上路的。陆晨，沈师兄，从外门大比开始，一直都是你在前面，这一次换我了。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或许吧，但杜长老用命为我们开路，我沈长歌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他的命是我的，你去做你该做的事。哦，有意思的眼神。可惜萤火也想撼动山约吗？沈师兄，拜托了。来战！给我破！这怎么可能？我与地脉的联系在被切断。你大势已去，束手就擒吧。输？我怎么会输？师父，弟子无能，只能提前恭迎您归来了。成了，终于成了！疯子，彻头彻尾的疯子！完了，这不是我们能应付的场面。沈长歌，你没事吧？他结束了。你找到了自己的路。这里要塌了，我们快走！我们成功了吗？不对劲，这动静太大了。什么声音？祭品。陆晨，陆晨！这股力量，这张脸，这个轮廓，怎么可能？晨儿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弟子了。师尊，陆晨，我的好徒儿，为师回来了。陆晨，这是神明的力量。过来，成为我新生第一块基石吧。原来真正的敌人现在才登场，格局小了。游戏现在才真正开始。师姐，你说弑神应该会很好玩吧？阁下是通天阁的人，我玄清宗遭防大难，百废待兴，就不劳通天阁费心了。宗门内务自有我等处置。通天阁谕令，玄清宗宗主陆万吉违规修习禁术，残害同门，罪证确凿。即日起，玄清宗列入甲字号整顿名录，一切三恼者由通天阁陆万吉共犯，一体清算。共犯，连家族都要被追究。前宗主陆万吉为修炼禁术血神功，2年间
强制370名外门弟子以身试药，无一生还。他封锁后山3处主灵脉修炼场，致使门人修行速度锐减70%。宗门内李长老、孙长老、王执事共计15人，因提出异议被他秘密处决。我师兄就是被带去试药的，他被带走前告诉我，如果他回不来，就是梦主害了。他是王战士的亲传弟子，师徒一起失踪的。后山灵脉，我偷偷靠近过，差点被禁制绞杀。那禁制的气息和陆万吉一模一样。即刻起废除陆万吉时期所有不合理禁令，解封后山3处灵脉修炼场，所有弟子皆可进入修行。所有在此次劫难中伤亡弟子的家属亲眷，即日起可至库房领取3倍补偿资源。多谢墨雨大人，多谢墨雨大人为我等做主。这只是第一步，根已经烂了，想重生还有很长的路。墨雨大人，宗门不可一日无序，弟子愿协助清点宗门资产，稳定人心。好，人员安置交给我，你去清点藏经阁与丹房，让沈长歌随你同去。他心思缜密，可为你臂助。是。这气息是陆万吉的。陆万吉的私人禁制，要不要强行破开？不行，能量流转因为陆万吉的死已经极不稳定，强行介入，半个藏经阁都会被夷平。先别动，这禁制有问题，贸然破解空有不测。等墨雨大人稳定局面，再一同处理。自今日起，玄清宗当以正道修行，守护苍生为立宗之本。我的魂力快要完全恢复了，但在那之前，我需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关于天外天，它比你想象的要近得多。先别分心，将你的真气源源不断持续注入养魂木心。天外天是人所传的仙界神域，也不是另一方独立的世界，它更像是一片遵循更高层次能量规律的特殊空间结构，核心在于能量共振频率，直接调动远超自身体量的力量。而你现在修炼的太虚造化功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陆万吉篡改了其中3条最关键的真气运转路径，他加入了邪异法门，强行提升前期威力，代价是经脉长期承受远超负荷的压力。长此以往，你不仅无法突破更高境界，经脉更会寸寸断裂，最终沦为废人。原来如此，难怪炼气5层之后总有滞涩感。陆万局，好狠的算计！我现在将正确的运转路径告诉你，立刻修正。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些痛苦，守住心神。要失控了！别抵抗，顺着我的引导。真气纯度在飞速提升，根基不仅稳固了，甚至比之前更坚实。这才是太虚造化功真正的面目。我将天外天的能量运转基础、空间结构原理整理成了3套理论，你记下来。既然天外天的能量规律如此高效，为何修行界主流从未采用？因为1000年前有人用它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所以所有相关知识都被各大宗门联手封禁了。但知识本身并无对错。陆晨，陆晨，陆晨，你最好来看看后山剑中里我父亲留下的那柄断剑，它自己亮了。就是他，听雨。断剑自明，与他的剑气共振，这不是巧合。父亲反对陆万吉的修行理念，被斥为叛逆，逐出宗门。临走前，他亲手折断了听雨，弃在这里。他说，与玄清宗恩断义绝。这股能量不是怨恨，是平和、期盼。结构和天外天的能量逻辑极为相似，顺应与和谐。他不是在怨恨，他在等你。剑中残留的不是你父亲的决绝，是一道纯粹的剑意。纯粹的剑意，他明明是恩断义考验。只有当继承他血脉的人放下执念，确立自己的剑心，他才会响应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认为父亲留下的遗产是果断和愤怒，触摸它就像撕开一个从未愈合的伤口。去吧，放开你所谓的真相，去感受他真正想给你留下的东西。每一剑都不是为了争强，每一剑
都是为了守护。剑不是用来证明自己的，是用来守护值得守护之人的。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我一直背着沈家剑道无双的执念，逼自己去争去抢。可父亲真正的骄傲从来不是无双，是守护。剑道瓶颈，直接冲破了。这不是单纯的修为增长，是质变。这才是剑修该有的样子。取而代之是如深渊静水般内敛、厚重却坚不可抬的人。从今往后，我沈长歌的剑只为正道，只为同门，只为守护修行秩序而出。你若不弃，我愿与你同行。这个月的氧气单都交出来！别忘了我们以前是干什么的，想让谁不好过，谁就别想好过。宗门之内欺压同门，门规是摆设吗？资源交出来，去戒律崖领罚，或者我现在废了你们的修为，再把你们扔过去。弟子欺于弟子的事不是个例，旧制度的毒根还在。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规则。我有一个方案，但需要你们两个全力配合。废书以天赋，出身划分内门、外门核心的旧规。从今往后，所有新入门弟子一视同仁，宗门提供完全相同的基础修炼资源，唯一的评价标准：信性、勤奋以及其对正道的认同。这不只是改革，是对整个旧利益集团的宣战。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。周汉文，上一代弟子中的佼佼者，筑基后期。墨雨师兄，此举不妥。天赋高者本就该得更多，这是修行界千年不变的铁规，将宝贵资源分给庸才，无异于暴殄天物，只会拖累整个宗门。周师兄，我只问一句。陆万吉的天赋是否冠绝玄清宗近100年？结果如何？天赋不等于品性。宗门若只看天赋，用资源去喂养一个强者，那我们和杨拱有什么区别？不过是筛选出下一个最强、最会吞噬同门的暴君罢了。那不一样。他说了道理，但那眼神没福气。陆师兄，我们无意中听到周汉文师兄他们的谈话，他串联了10几个旧内门的高阶弟子，明天要集体罢休，拒绝所有宗门任务，巡山炼丹，教导新弟子全部停掉。他们要逼墨雨师兄收回成命。好一招釜底抽薪，宗门重建离不开这些高阶弟子的支撑，一旦他们全部撂挑子，我去说服他们。不行，用强权压服，只会让我们变成我们最反对的那种人。但他们说的也没错，宗门现在确实离不开这批人。他们认为低阶弟子是庸才，浪费资源。你有办法？明天的大会，我们什么都不辩解，只需要当着所有人的面证明一件事：他们错了。我邀请3位师弟上台。这是要表演什么？你们修炼的是宗门最基础的引气诀，对吗？现在忘掉过去运转真气的方式，跟着我的引导走。我突破了炼气2层，我卡在这个瓶颈足足3个月了。一炷香就让他突破了，这比任何雄辩都管用。新制度并非剥夺，而是激励。从今日起，宗门增设以教代修机制，凡内门弟子每成功指导1名外门弟子突破瓶颈，皆可获得宗门贡献积分，积分可兑换高阶丹药、法器，甚至进入藏经阁高层阅览上乘功法的机会。精心策划的施压成了笑话。你赢了，但我不是因为怕你，是因为你说的对。不需要怕谁，一起把宗门建好就行。来了就说话。你打算公开的这套基础篇，我建议你再检查一遍第7层运转图，里面有一处暗手，不是陆万吉留的，是更早之前就存在的。有人在玄清宗建宗之初，就在基础功法里埋了东西。建宗之初，
那就是说，700年来所有修炼这套功法的弟子，全都……这里，真气每运转1个周天，就会有极数量的灵力被分流到一条隐藏的支脉中，量极小，修炼者根本察觉不到。但日积月累，几百年、数千弟子，那是一笔庞大到难以想象的灵力。他流向了哪里？我只能看出暗手的存在和结构，无法追踪终点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能在剑宗之初就动手脚的人，要么是创派祖师本人，要么地位不在祖师之下。玄清宗的根基之下，还埋了万机古老更深的秘密。700年来，所有弟子都在不觉中被人收割灵力。这个局到底是谁布的？目的又是什么？看来清理完明面上的烂摊子还不够，这座宗门的地基底下还藏着真正的东西。陆晨，此事非同小可，现在必须做3件事：第一，彻底剔除这个暗手，你和灵月姑娘来做，必须确保修正后的功法绝对安全；第二，追查这股被抽走的之前，暂停一切新功的功法传授，对外就说还需要进一步完善。弟子明白，但追查能量流向是当务之急。做，现在就做。怎么了？藏经阁，是藏经阁地下的那个密室。陆万吉用阵法层层封死的那个房间，他的封印不是为了藏，是为了镇。里面关着的是一个靠吸食弟子真气为生的怪物。密室的问题暂时搁置，我们的首要任务断粮。汲取回路的核心在于频率共振，要扔断它，不能硬切，必须找到一个替代频率，让原有回路自然实现。用什么替代？净化原理，用纯净的能量循环覆盖污染回路，让真气自动绕过那个节点。成了，理论上完美，畅通无阻，就像堵了多年的河道被瞬间疏通，修为更加凝实。炼气6层的门槛，触手可敌。又召集大会，什么事儿？听说跟新功法有关，好像出了什么问题。今日召集全宗，只为一事。经宗门与陆晨共同验证，我玄清宗流传的基础功法太虚造化功存在一处古老的缺陷。今日公布一部完全修正、效率更高的版本《太虚造化功正元篇》，所有弟子即刻试炼。我的真气运转速度快了至少2成，不止，吸纳灵气的效率都提升了，身体里暖洋洋的。这才是真正的仙家正法，我们以前练的到底是什么？断粮之后，那东西会怎样？比几天前强了太多，也狂躁了太多。失去了数百名弟子的真气供养，沉睡了不知多少年的东西，正在从饥饿中醒来。不必试了，后山界碑残留区域今早出现了异常能量脉冲，频率和这扇门后的波动完全一致。我们不能再等了。这些能量碎片性质不详，不要轻易触碰。9成是中性纯净能量，可以直接吸收，但剩下1成在高频震荡，接触活体经脉会瞬间灼伤，甚至引爆体内真气。跟着我走，我知道安全路线。在连宗主都感到棘手的区域，他凭什么？好。就是这里，那股同源的能量脉冲从地底深处传来。这是能量封印的运转公式，封印的不是外界邪魔，也不是异次元入口。界碑的真正作用是作为一个锁扣，把某个东西死死锁在这座山的地底下。它在加速衰弱。藏经阁和后山是同一个封印体系的2个节点，功法汲取回路是给封印喂食，食物断了，封印自然衰减。等等，封印饿了，但还没饿死。当务之急不是硬碰硬，是给他找个新的食堂。宗主，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修为去填补，这个封印需要的只是持续的能量供给。旧的供给方式有隐患，那就换一个新的，用这片禁地里逸散的中性纯净能量，替代所有弟子的真气，作为封印的能量源。用敌人自己的力量修补自己的铠甲，这个思路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宗主，请以秘术稳定这片区域的能量流，将所有中层能量汇集过来。沈师兄，我需要你的剑气在能量洪流中展出一条精准通道，引向基际。最后的能量注入和频率校准交给我。
从今日起，后山禁地划为永久管控区域，纯净能量可由宗门统一采集，供弟子修炼。但核心区域设3重警戒，任何人未经许可，不得踏入半步。危机变成了机缘。3日后，将牵制玄清宗，当面致歉。当年退婚的那位，与我无关，但他要来，就让他来。他还真敢来。当年我们宗门危难，他退婚比谁都快。现在陆师兄崛起了，就跑来道歉，哼，投机之举，令人不齿。他不是在压抑怒火，是真的不在意，眼底只有一片死寂，空洞的平静。那段过去，对他来说，连一道疤都没留下。是我江子莹目光短浅，以偏概全，错在凤华关，错在我本人。今日前来，不求原谅，只求将事实说清。当年凤华宫做出决断，是收到了来自陆家内部的消息，称他心性偏激，根基已毁，未来无望。我承认，是我未能核实便轻率决断，铸下大错。无论原因为何，伤害已经造成，责任在我。说的好听，当初我们宗门落难，你们在哪儿？现在我们起来了就来道歉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过去的事，我不在意。退婚对我而言，早已不是伤害，而是让我认清了修行界的现实。从某种意义上，我或许还该感谢你，但我在意的是，我们玄清宗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宗门？是一个沉溺旧冤、睚眦必报的地方，还是一个胸怀正道、着眼未来的宗门？凤华宫今日能以公主之尊，当着两宗之面承认过错，这份担当本身就值得尊重。我们玄清宗若连这点气度都没有，还谈何腹部，谈何未来？救冤，到此为止。他没有动用任何武力，却用几句话改变了整个宗门的风向。这个男人的可怕之处，远不止修为。说得好，陆晨所言便是我玄清宗的态度。既然那便该谈谈未来。我提议玄清宗与凤华宫结为互助同盟，共享安全修炼资源，互通信息与异常能量监测数据。若一方遭遇外部侵略，另一方当尽力支援。此盟约不涉私情，不谈过往，只正道存续。我凤华宫公主江子琳代表凤华宫同意。你比当年所有人预料的都走得更远。玄清宗有你是幸事。各自走好各自的路。通天阁总部注意到了你近期的所有表现，化解宗门危机，修正功法暗手，稳固界碑封印，以及今日促成宗门和解。他们要给你一个正式的身份，但这个身份意味着你将承担远超想象的责任，面对远超想象的敌人，你确定要接？这不是灵力，是一种意志，跨越了漫长时光的秩序的烙印，薄如蝉翼，散发着充满落烈金属残法，极其刺眼。引导北境年轻修士制止超越合理范畴的能本，核查并上报异常能量波动。通天阁的身份是荣耀，更是诅咒。一旦接下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将被无数双眼睛盯着，你再也不是自由的陆晨。从界碑出现裂痕的那一天起，就没人是自由的。拒绝的后果是通天阁派出另一位守护者，那人是敌是友，会帮助玄清宗，还是视其为死敌？与其将命运交到未知的手中，不如自己来执掌这把双刃剑。什么时候开始？奉通天阁总部之命，任命陆晨为北境修行秩序守护者。我沈长歌自请成为守护者的行动搭档，协助处理各项事务。我负责提供能量分析与理论支持，任何异常能量变动，我可以在第一时间建立模型。一个主外负责行动与交涉，一个主内负责情报与分析。乘风阁与幽冥谷在乱风坡爆发冲突，已有数人受伤，局势在恶化。这么快？走！
一群为了资源眼红的野兽。墨雨就派了你这么个毛头小子来，一个练气期的娃娃，凭什么来裁决我们两宗筑基长老都解决不了的事儿？跟一个只想用修为压人的猛户争论，毫无意义。你这是在……你们在争的是一口将死之泉。此泉的能量并非源于大型灵脉，而是地下一条即将枯竭的灵脉分支最后的回光返绕。按目前的喷涌速度，最多3个月，灵气彻底消散，变成一口普通山泉。3个月，我们拼死拼活争的是个废物。这种对灵脉源头的精微勘察，别说他，就是专职镇少师也需要法器辅助，耗费数日，而我只用了片刻。与其为残羹示范打得头破血流，不如由我为你们找出地下灵脉主干的走向。届时两宗各自在乙方领地内开辟新的灵气取用点，如何？这里向下30丈，可得稳定灵眼。这里地脉分叉，向下40丈，同样有一处，两处能量均等，互不干扰，双方各取其一。今日之争到此为止。守护者之名，你当得起？幽冥谷、乘风阁、凤华宫3方同时传讯总部，对你今日的处置表示高度认可，并正式表态愿意响应通天阁提议，组建北境正道修行联盟，一起肌肉服务生死。后面一定有个但是。但各方都提出了自己的条件，联盟筹备会议定于7日后，届时各宗掌权者将齐聚玄清宗。陆晨，这一次你不只是解决2个宗门的矛盾，你要让所有人坐在同一张桌上达成共识，这比打败任何敌人都难。新任务： 7天后各宗齐聚玄清宗，要谈联盟。各方都有条件，那可比今天麻烦多了。灵权之争只有2方，联盟谈判是所有人都想多拿少给，让所有人坐在同一张桌上容易，让所有人达成共识，确实比打败任何敌人都难。但这条路必须走通。联盟旨在共享修炼资源，共同抵御未知能量冲击，统一修行规范，禁止内耗争斗。原则性条款，没人会反对。真正的战场在后面。下面进入细则讨论。第一项，资源共享比例。我乘风阁弟子数量最多，镇守疆域最广，联盟资源调配理应向我方倾斜，至少40%。秦阁主算盘打得真响，家大业大，还看得上联盟这点东西。韩沉渊，幽冥谷是戴罪之身，能坐在这里，已是各方宽宏。你有什么资格智慧？我有没有资格，不是你说了算。2位，今日是为结盟而来，资源之事，不如按各宗出力多少来定，也算公允。怎么衡量出力？谁来定标准？此项暂时搁置。进入下一议题，联盟统一修行规范由谁按实力排序，强者定规矩，天经地义。联盟是平等互助，不是上下尊卑。我建议各宗轮值，每宗100年。我幽冥谷要求平等的参与权。够了！若所谓联盟只是让强者处处迁就弱者，我乘风阁不如独善其身。阁主好大口气！不知上次那场能量波动，桂阁山门大阵摇摇欲坠时，是谁束手无策来着？你找死！各位争的是谁多谁少，谁高谁低。但我想问一个问题：如果下一次能量异变规模扩大10倍，在座哪一家能独自应对？答案所有人都知道，不能。界碑封印虽然暂时稳固，但异线的能量已经改变了北境地下的灵脉网络，如今灵脉极不稳定，出现了多个异常节点。这个在乘风阁主峰之下30里处，主峰灵气异动，我找了3年的根源就在这里。这个在幽冥谷旧址东侧断龙崖，能量机遇最重也最危险。断龙崖，还有这里凤华宫百草园下方，灵脉在此分叉，看似平稳，实则随时可能崩溃。百草园，我们不是在选择要不要合作，而是不合作就一起承受后果。双腿一软，那原本如同所有的真气与傲骨。我有一个方案。联盟资源不按实力分，不按人口分，按各宗门领地内不稳定节点的监测与维护贡献度来分配，谁承担的守护责任越大，获得的支持就越多。至于规范制定权，由4宗共同组成联盟理事会，1宗1票，任何重大事项需3票通过方可执行。把所有人的利益和共同的危机绑在一起，谁也跑不掉。公平。我附议。
席位，这是幽冥谷唯一的机会，愿意主动承担最危险的东部断龙崖节点的监测任务，以此换取我幽冥谷在理事会中一个平等的席位。可北境正道修行联盟正式成立。陆晨，你做到了很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，但我要提醒你，你现在站的位置越高，看到的东西就越多。有些东西，你可能宁愿没看到。什么意思？那个藏经阁密室里封印的东西，我终于想起来它是什么了。它是一个选择，一个关于你未来走多远、走向哪里的选择。等你准备好了，我再告诉你。选择。1月后，炼气6层巅峰，灵力已经满了，但根基还不够稳。你的心乱了，是瓶颈？不是，你的路走到了岔口，你的意志在压制它，你在害怕根基出现瑕疵。我观察了你1个月，你的心性足够坚韧，时机到了，跟我来，去藏经阁。那个选择是时候让你亲眼看看了。这股能量，它是什么？一枚道种。天外天的核心能量，在漫长时间里被这方天地的法则压缩、禁锢，最终凝聚成的结晶。它蕴含的能量足够让你在1天之内冲破炼气，直达筑基，甚至更高。筑基，整个北境明面上的筑基修士屈指可数，而现在1步就能到。如果有筑基的修为，那些节点挥手就能镇压。什么联盟，什么制衡，在绝对力量面前毫无意义。代价呢？代价是，你的道将不再属于这片天地。吸收了它，你就等于和天外天的能量永久绑定，你的修为根基将建立在它之上。从此以后，你若想再有寸进，甚至只是维持现有修为，就必须不断深入天外天，去寻找同源的能量。你会走上一条孤独的、极致的、没有同伴的道路。你会变得无比强大，但你也会远离你现在守护的一切，远离人间，远离宗门，远离你的同伴。一步登天，还是……我不需要捷径。我要走的路不是最快的那条，但会是最稳的那条。我的修为要靠自己一拳一脚打出来，我守护的人要亲眼看着他们在我建立的秩序里安然成长。道种就让它继续封在这里。你总是选择最难走的路，但也是最对的路。这就是我选择留在你身边的原因。我感应到此地能量异动。从今日起，此地列为联盟最高级别禁区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被天外天能量污染的筑基修士，对整个北境是福是祸。手腕再沉低1寸，气走福全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成了，谢谢陆师兄。你现在不去，不代表永远不去。等你足够强大了，等你亲手建立的秩序不再需要你时时刻刻守着了，那里还有更大的世界在等着你。那就慢慢来，路还长。